我们现在经常能听着那么句话，叫脚踏实地，仰望星。平常生活当中也经常有人跟你这么说，哎呀，我跟你说地上的事儿你都不明白，我怎么跟你说天上的事儿呢？给我们感觉好像我们对于脚踏这片土地的事儿咱们很清楚门儿清，但是对于我们头顶上的星空很遥远的地方，咱们知道的就没这个脚踏实地这么多了。那是不是这样呢？还真不是。无论是科学还是玄学，都是对遥远的天空了解的多，而对踩在这片地底下的事儿知道的少。你看科学，咱们现在这个对于仰望星空这事儿，人类呢已经在1969年就登月了，到了月球上了。现在呢把这个探测仪呢弄到火星上去了，而且通过高倍的天文望远镜你能看到这个几万光年以外的世界，就可以说对这么远距离的这片天空咱了解的已经够多的了。但是对脚底下这片土地地底下的事儿，我记得在60、70年代呢，人类也就能探到地底下几公里、10几公里。这些年说能打到这个地壳大概距地面得有将近上百公里地方，说能从那儿探到通过超声波探到地幔地壳这个那个。其实呢，我们对地底下的了解远不如对头顶这片天空了解。那么这是咱们说科学，但你说这玄学呢也一样。玄学什么呢？咱最典型说神话吧。这我以前节目里给大伙说过中国的神话体系，哎呀，讲的头头是道，我自己都觉得天花乱坠，觉得我自个儿讲的好。为什么呢？资料来源非常丰富。你看有《封神演义》有《山海经》有传统的各种神话故事，多了去了。那神话大多数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天上人间这可不是那夜总会天上人间，讲的是天庭和人间的事儿。因为在这个玄学体系里边呢，我们这世界分成3部分，玉皇大帝那边叫天庭，咱们生活这区域呢叫人间，还有阎王爷待的地方叫地府，阴曹地府。所以你看咱们一说天上，太白金星、太上老君、托塔天王、哪吒三太子玉皇大帝、嫦娥、王母娘娘，咱说的头头是道。可是说地底下阴曹地府的这些人，我问您能了解多少呢？可能您掰着手指头说我知道阎王爷判过牛头马面，是什么勾魂小鬼儿。那具体这些人怎么回事，这些神仙都干嘛的，可能您不是很清楚。而且大多数人了解这个玄学世界里的阴曹地府，其实是通过小时候家里老人有时候吓唬你，或者有时候讲些宿命论的迷信的东西，你从那里听那么一鳞半爪。有的人可能对神仙体系了解很多，但是对阴曹地府的这些工作人员是怎么个工作状态，都怎么来的，您不一定知道。你看打小我就听那块板嘛，说的这阴曹地府的事儿，说天为宝盖，地为池，人好比阳是之间浑水的鱼，那个混那两那一时算一时。阎王爷好比钓鱼的汉，那个小鬼好比那钩鱼的石，那么勾着老的去勾着小的，不敢误食。阎王叫你3更死，那谁也留不到那5更时。夜晚脱下鞋和袜，他不知道明早提不提。你听着挺吓人，所以咱有时候生活当中还挺避讳这事儿。但是我告诉大家，我们都知道神话呢，它其实是人间世界的一种反应。就像说封建社会有皇上，那天上也得有个玉皇大帝，跟这道理一样。那么我们往往呢，在神话体系里那些神仙和人世间特别像，你这有啥毛病，他那有啥毛病。但是阴曹地府可不是这样。阴曹地府呢，往往把人呢对于人间的一些恨和爱非常直接的打上烙印，搁到阴曹地府去了。有人说你这话什么意思，我不懂。我跟你说一件事你就明白。阴间最高行政长官谁呢？阎王爷吗？阎罗王吗？这阎王他也是王你看咱说天上说玉皇大帝，你都知道玉皇大帝和人间是什么关系？
说这个人世间的皇上叫天子，哎，那老天的儿子跟玉皇大帝有直接传承，就他是比照着人间的皇帝弄了一个玉皇大帝。但是阎罗王不是，阎王在神话体系里传说他是哪个人过到那边当的呢？有说范仲淹的，有说寇准寇老心的，还有说包拯的。就是按正常来说，那王那前世也应该是王啊。中国人还讲这龙生龙，凤生凤，耗子儿子会打洞，为什么这阎罗王就不是呢？它其实代表着中国人对人间的一些爱和恨。为什么呢？天上的皇上和人间的皇上都是长着两条腿的暴君，说一不二，他叫你死你就得死，叫你活你就得活。那么在阴间里边不是这样，往往阴间的长官只长着善恶，你来世是转世投胎当神仙当好人，还是继续做恶人，怎么惩罚你。所以老百姓希望什么呢？有一个公正无私的大老爷管着事儿。所以你看包拯寇准范仲淹，这都是人间的清官呐。老百姓希望在那边能有一个人给阳世间所有的不公做一个终极判决，也就是说解解恨，替老百姓出口气。所以你要真讲接地气，反映老百姓的心声，恐怕这阴曹地府啊比那天庭啊更加接地气儿，更加和人间通人气儿，近人生。所以我说这阴曹地府呢，你要是好好琢磨琢磨呀，它有意思。因为所有的我们说这玄学体系都是比照人间一一对应来的，所以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在天庭地府上都有不同的反应。我倒觉得在阴曹地府的传说当中反映的更加透彻，更加犀利，而且更加有趣儿，有时候还有些人情味儿。那老梁故事会超级版呢，咱就给大伙儿分两集好好说说这阴曹地府这些人怎么回事，阴曹地府这些公务员都是怎么来的，都干什么的。咱首先呢得给大伙儿说说这个阴曹地府里头啊，这个工作流程、工作地点、办公的地方。咱得从哪儿说起呢？阴曹地府的工作启动从哪儿会开始呢？阳世间有人去世，说去世必须有阴曹地府的工作人员过去干嘛呢？叫勾魂摄魄，就把你魂啊勾到阴曹地府接受审判，是好是坏，是善是恶。那么说这个魂怎么回事呢？咱们经常有那么句话叫魂飞魄散，是人一死魂飞魄散了。您知道什么是魂，什么是魄吗？好多朋友不知道，我给您解释解释啊，你长长见识。魂是什么呢？魂是啊可以脱离人身体单独存在的，咱说真魂出窍，这魂。魄是什么呢？不能脱离你身体存在的，你这肉体没了，这魄也就散了。这是魂魄在中国传统文化里的解释。有说这个七魂六魄的，有说三魂七魄的，反正那数都是虚指。3和7咱们也知道，一说什么就事不过三，什么七仙女，那都虚指，不是特别准确。但是魂魄的概念是我刚才说这个。那么这个东西其实还包含着西方的一些哲学思想。我们都知道，大家都听说西方心理学，像弗洛伊德研究的叫本我、自我、超我。魂和魄是什么呢？魂它是超我，就它代表着你自己思维升华的部分。魄是什么呢？是本我。本我是什么呢？渴了想喝水，困了想睡觉，饿了想吃东西，见着漂亮的异性呢想占有，这为魄。魄说白了就是你身体的一些本能。那么一个本我，一个超我，这两个在人身体一作用啊，形成我们一个完整的人，叫自我。熟悉弗洛伊德的朋友知道这套理论。那么人一死呢，魂呢飞了，魄随着肉身的消失也就散了，魂飞魄散。这魂哪儿去了呢？就是由阴间的工作人员给带走了。魄呢也是阴间的工作人员负责呀，给你散了。那么谁来干这活呢？咱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二位，
叫黑白无常。那黑无常呢是个矮胖子，脸儿黢黑的；那白无常呢细不连天，瘦高个，这个脸白，也穿一身白，舌头伸多老长，红舌头，挺瘆人的。这是黑白无常。说无常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个佛家用语。咱们关于阴曹地府的好多传说呀，其实是来自佛教。无常呢，就是变幻莫测，没有固定规律，不知道什么样为无常。在佛教界呢，引申为这个一切事情都不是特别有规律的，所以很多事情变幻莫测，你要在这个过程当中来把握自身，把握自己的信仰。无常大致是这个意思。黑白无常，一个黑一个白，这俩人干什么活呢？很有意思。这个黑无常白无常分头管男女。你比方说男的死了，男的魂为阴魂，魄为阳魄；女的魂呢是阳魂，魄为阴魄。那么当男的死了，白无常来呢，把他的阴魂勾走，把他的阳魄散尽。到女的死了，黑无常来了。黑无常来干嘛呢？把他的阳魂收走，把他的阴魄散尽。所以俩人分工管男管女。那么说这黑白无常是怎么来的呢？我告诉这二位有名有姓。这个黑无常他的名字叫范无咎，就没救了，范无咎。白无常呢叫谢必安。有人说你哪儿弄来这有名有姓的？这两位还挺有意思，脸上都写着字儿。黑无常脸上写4个字叫正在捉你，就我正在抓你。白无常脸上4个字叫你可来了，他俩那抓魂的吗？说这二位据说在人间的时候是衙门口的2个衙役捕快。你看他为啥呢？就是阳世间干啥活到阴间干啥活。黑白无常不勾魂的吗？抓人的吗？相当于咱们现在这个公安局的刑警队的抓犯人的。刑警队犯人叫什么呢？在过去呢，抓犯人衙门口呢管这叫捕快。咱们大伙儿都知道说过去的衙门口呢3班衙役，哪3班呢？造壮快。造班、壮班、快班。造班是什么呢？就是一升堂大老爷坐那儿，两边你看电视剧里有拄着那个大棍子喊威武，也有的嘲讽老爷的在里边混着喊贪污，就把当官这点事儿都说出来。这个为造班，相当于咱们现在法庭上的法警。壮班是什么呢？看监狱，押送过粮草，送过犯人，相当于咱们现在的武警。那快班呢，大伙儿都知道，相当于现在的刑警。所以这为造壮快3班。你看那牛头马面是干啥？牛头马面就是造班，阎王爷升堂，他在那威武吓唬人的。那么这个黑白无常呢，就是捕快班的。而这俩人呢，在阳世的时候呢，一个谢必安，一个范无咎，俩人呢也是干着活的。但这二位呢，特别有信用，对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而有这么一天呢，俩人出去呢，到另外一个衙门呢，送这海普公文，搁现在说就通缉令，那会儿得人工送，没有互联网嘛。这个送的过程突然发现呢，坏了，咱出来的时候这个文件忘盖章了，你没有这印章，人家不承认呢。这哥俩就商量。这时候这个黑胖子挺矮，这位范无咎，这黑无常。黑无常说那么的吧，哥们儿麻烦你跑一趟，你回去拿去，我在这等你，咱俩不见不散。就这么着，白无常谢必安扭回身回衙门拿这个印章。黑无常范无咎呢就站在桥边这儿说，我等你我不见不散，我绝对不动一步，我等你。哪想到他一走呢，不长时间天降大雨，这下坏了，这雨越下越大，把这个山洪弄爆发了。结果咱说这范无咎这黑无常范爷讲信用到什么程度呢？我说站着一动不动，我就不动。结果山洪爆发过来，把他给淹死了。等到谢必安回来一看，哎呀，我说哥哥你怎么了？
追悔莫及呀，说当初出来这印章这事我管，我给忘了，你其实是死到我身上了，所以悲痛万分，一股火上来，旁边一棵歪脖树上上吊了。所以你大伙看看白无常谢必安为什么呢？血红的舌头伸多老长呢？咱知道吊死的人容易把舌头伸出来，这典故就从这儿来的。后来这二位呢到了阴间，阎王爷一看你二位干工作兢兢业业，还讲信用，行了，重要的任务勾魂摄魄，把死人的魂弄过来，这任务交给你了。所以这个白无常黑无常就这么来的。大伙记住，一个叫谢必安，一个叫范无咎。谢必安是什么意思呢？你谢天谢地，感恩这世界，你呀就能活得安全。你要真犯了事儿啊，那你可就没人能救你了。所以谢必安范无咎，它反映的是人要感恩，同时呢也要这个心底无私，人心似铁，官法如炉，不要轻易呢去触犯法律。所以这是咱们说这个黑白无常。也有的朋友说有的地方黑白无常我看得像了，一个是供过写个天下平安，一个写一箭生财，你听这俩字俗气，他就不如正在抓你和你可来了有意思，反映他们工作性质这个。所以这是阴间的捕快黑白无常。那么说到这儿呢，咱们得说说这个整个阴间了它什么构成。咱这黑白无常呢把这人这魂给勾了之后呢，压着鬼魂往阴间走。进了阴曹地府地界呢，前面有一条道，这条道啊要跟现在的高速和国道都没法比，它其实就像个乡间小道，两边啊那植物你也看不清，影影绰绰，雾还大。这条道叫什么呢？叫黄泉路。咱们经常说哎呦黄泉路上无老少，这黄泉路是通往阴曹地府的必由之路，就人死之后这鬼魂一定从黄泉路走，晃悠悠晃悠悠压着你这魂儿。黄泉路走到头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关口，就跟咱们现在看山海关嘉峪关是那种关口。这关叫什么关呢？叫鬼门关。过了鬼门关，你这魂儿可不是魂了，你就是鬼了。所以鬼门关上把门的是什么呢？叫鬼王，相当于阴间的保安队队长，是这么个职务。过了鬼门关里边内城叫什么？阴曹地府的办公地点。这个内城上边有一个守护神叫城隍。咱很多人自己家乡都有城隍庙。城隍是干什么的呢？就是阴间城市的守护神，说白了阴曹地府的市长。有人说那是不是最高领导？刚才我说阎王爷是最高领导，他相当于什么呢？就等于哪个国家首都的市长啊，他并不是这国家的总统，哎，城隍就是这市长。所以这城隍爷呢各个地方都有供着呢。城隍爷呢和鬼王呢一起把这魂给接来，你变成鬼了再往里头送。所以这阴曹地府这个模式，有人说这个城隍是市长，阎王爷是什么？哎，我告诉你，阎王爷相当于总统元首，是阴间最高的行政长官。这阎王爷呢相传不是一个人，为什么呢？你想啊，咱们这大千世界200多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有元首，那阴间也同样啊，他也不可能世界一统就一个阎王。所以阴间阎王也挺多，但阴间的阎王呢不是以地域划分的，而是你管啥，管这个管那个。相传的阴间有10殿阎罗，就10个阎王殿，10个阎王殿呢10个阎王。这里头有什么平等王、转轮王、宝树王啊，这个送官王等等等等，叫法不一。其中第5殿的阎罗就当间那个，这个阎王殿的阎王叫阎罗王，就是咱们大伙流传已久的都知道的阎王，其实是指第5殿的阎罗王。所以这个是阎王的在阴间的地位，他是最高元首，阴间的最高首长。我前面说了，阎王爷很有意思，相传是包拯转世，有说范仲淹转世，有说寇准转世的，说包拯的多。为什么呢？包拯那个脑门上啊有个月牙，人说这个包公呢叫
日断阳，夜断阴。白天的时候呢，在阳世间呢，有这龙头铡、虎头铡、狗头铡，这个治贪官呐、治恶霸呀、治刁民全管了。说到晚上，他有个枕头叫游仙枕，往这游仙枕上一躺，睡过去了，他就变成阴间的阎王，夜断阴。到这个阴曹地府呢来断案，包公呢这个铁面无私、公正廉明，大伙儿都能信得着的。所以你看，老百姓呢可能在阳世间受了很多委屈，法律不公啊，受恶人欺压呀，被皇权呐、封建专制啊给收拾够呛啊，希望到那边啊能有个公正的交代，能让自己啊心里好受点，能够呢不平则鸣之后呢沉冤得雪。所以呢这阎王爷呢往往寄托着他一种愿望，都是清官大老爷。所以这个呢是我们大伙儿常说这个是阎王。阎王呢就是阴间最高的行政长官。那么再往下，除了最高行政长官，还有宗教领袖。说这怎么还有宗教领袖的事儿呢？你看像伊朗，他有这个总理，有总统，也有宗教领袖。阴间也是，阎王是最高行政长官，最高宗教领袖是谁呢？地藏王菩萨。咱都知道佛教里头有四大菩萨，在中国都有自己的道场。你比方说这个普陀是观世音，五台山是文殊菩萨，峨眉山是普贤菩萨，九华山是地藏王菩萨。这四位呢分别担任佛教里头四项任务，叫智信行愿。智呢就智力的智，五台山文殊菩萨其实他管的是什么呢？人开悟，怎么悟佛法。可是有些呀凡俗夫子啊，领着自个儿孩子呀跑到那儿干嘛？磕头啊，高考考好成绩啊，研究生我能上去啊，考托福多少分啊，这就弄错了。这个东西是你的一种技能，它这智不是指着智商智力，是指的你开悟的程度。你要是没有这信仰，你把文殊菩萨那前面的蒲团你给磕烂了，你也考不上大学。所以他呢智信行愿。地藏王菩萨呢道场在九华山，但是他修行在哪儿？在地狱里边，在阴间。为什么？有那么句话，地藏王菩萨说的最有名，叫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还有一个他发愿叫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这在佛教里相当有名，就是一个能舍得出自个儿来了不起的一个宗教领袖。那么地藏王菩萨是什么来历呢？他在世为人的时候啊是个和尚，法号叫什么呢？木莲，所以别人管他叫木莲僧。关于他的传说呀遍地都是。在中国的南方啊，很多这农村呢戏班子唱戏，必唱的戏有一出叫木莲戏。大伙儿记不记得这个语文课本里鲁迅先生写过一个自己童年的事叫社戏，说台上谁唱戏，那个唱的就是木莲戏。木莲戏内容是什么呢？就说这木莲呢他打小就出家为僧修行。他呢是国王的儿子，他母亲是王后，但是他母亲是天底下少有的不着调的女人，破坏他修行。怎么破坏呢？这个给庙里的和尚啊捐赠食品，和尚不都吃素吗？他给捐肉包子，外表看着跟馒头似的，一咬里边是肉。你说你这不坏出家人清修吗？反正他母亲坏事是干老了。最后死了之后呢，给下到地狱里边，把他判成恶鬼，在地狱里待着，那不遭罪吗？木莲僧呢虽然一边修行呢，一边他孝顺呢，说我母亲在阴间遭罪，这不行，我得救我母亲。这木莲戏的第一折叫木莲僧救母，他到了地狱救他母亲。他把他母亲是放出来了，可是同时呢跟他母亲一块待着的大概有800万恶鬼全出来了，跟着跑出来了，就跟越狱似的。结果引发了几件大事。头一件大事，天狗吃月亮。他母亲属狗，从这地狱里跑出来，那这阎王就说你永远不能转世为人，他就变成狗了。这变成狗恨呐，就我原来我王后，现在我怎么成狗了？咬这个咬那个，往天上一看呢，那太阳月亮他就给咬下来。这叫天狗吃月亮，就是咱们现在说的日食月食。这时候大伙敲锣打鼓把这天狗吓跑了。
还有跟他母亲一起跑出那800万恶鬼，那都不是好人呐。这下又活回来，又到阳世间祸害人。木莲僧没办法，要解除这罪孽，他又转世投胎，投胎成谁了？大将军黄巢，知道吧？待到秋后9月8，火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唐末著名的起义军领袖黄巢说，黄巢好杀人，说黄巢起义杀了800万人，是干嘛的？这800万人都是恶鬼托生的，他把这些人杀了，等于把这恶鬼重新送回地狱。所以这是地藏王菩萨前世木莲僧。这地藏王呢，在阴间呢，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他负责什么呢？把这些鬼啊度化成这个修佛之人。就是说，所有的世间的万物都有修佛的灵性，别说人能修成佛，鬼也能。地藏王菩萨就在阴间给你带道，让你好好修行。所以地藏王菩萨呢，他是这个阴间的最高的宗教领袖。那么你看，除了这个呢，大伙儿能想到的是还有判官。判官是什么？阴间最高的司法长官。据说阴间呢，这个司法系统啊，有这么些人，他的机构分成呢，赏善司、罚恶司、察司、阴律司。赏善呢，那不用问了，就是弘扬正能量呗，奖赏好人。罚恶呢，这咱也都知道，收拾坏人。察司是什么呢？相当于现在的检察院。阴律司相当于什么呢？现在的法院。咱们过去封建社会，你看那组织机构，督察院就是检察院，大理寺就是法院，刑部就是公安局。你看阴间也是相应对应的，所以咱这头有什么，他那边有什么。所以这个神话其实都是根据我们身边的事物改来的。那么据说呢，这个赏善司的判官是谁呢？是魏征，就唐太宗身边这个很有名的大臣。魏征呢是赏善司的这司长那种。那几司呢也都有传说中人物对着案，但是大家公认的判官是什么呢？是阴律司的司长。就阴间掌管刑律，就等于阴间的法院院长。判官吗？他说你有罪，他来定，大法官。所以这个阴律司的司长是阴间最高的司法长官。一般司法长官定下来的事儿，行政长官不会轻易改变。就判官定了，你谁死谁活，阎王爷也不能轻易改。这叫什么呀？你阴间司法独立，人家大伙儿还记不记着孙悟空《西游记》里闹阴间，把这个让判官把生死簿给拿过来，上面带猴那页他都给勾了。阎王爷也不知道这上面怎么回事，因为判官定嘛。结果这一笔勾下去，不光是自己长生不老不死了，还顺带把带猴那页那六耳猕猴也给弄活了。所以后来才有真假美猴王的故事。所以这个阴律司司长判官，这个判官说对应着阳世间谁呢？就谁是到阴间变成判官呢？这个人呢叫崔珏，姓崔，崔永元的崔，珏是哪个珏呢？王字旁搁个美玉的玉。咱看过巴金写的家，知道里边有位小姐叫瑞珏，就这个字儿是美玉的意思。这崔珏呢是大唐时期的人，后来死了之后也当官，死了之后呢到阴间当了这判官。这咱都知道，判官说这厉害呀，铁面无私啊，绝对公正啊，那是绝对不徇私情。未必都是这样，咱就说这崔珏，大家公认的好判官，那绝对公平公正，也干过徇私的事儿。咱们上一期啊，老梁故事会超级版给大伙说了这个地府公务员档案，咱说了大家熟悉的什么阎王啊，什么黑白无常，咱们这一期接着给大伙说其他的地府公务员是怎么来的，表达的是什么意思。这咱都知道，判官说这厉害呀，铁面无私啊，
绝对公正啊，那是绝对不徇私情。不，未必都是这样。咱就说这崔珏，大家公认的好判官，那绝对公平公正，也干过徇私的事儿。什么事儿呢？这个咱很多朋友啊，可能知道一点，但您未必啊知道的特别清楚。这事儿跟唐太宗有关。说你说了半天，怎么好像这崔珏呀、魏征啊、这唐太宗都那时候人？对，因为唐朝的时候，中国文化呀是非常灿烂的，所以那时候的人物往往极容易进入我们这个神仙体系、神话体系。你比方说，现在家里贴的门神，谁？左边秦琼，右边尉迟恭。秦琼、尉迟恭，那唐代的两位著名将领。这判官崔珏，他也是唐太宗时期的官儿。后来他死之后出过什么事儿呢？这个长安边上啊有条河叫泾河，三点水搁一个曾经的泾，去了绞丝旁。咱们经常有成语叫泾渭分明，这泾河和渭水那是这个水清这水浊，分得很清楚。说这泾河龙王呢是这个西海龙王的表弟，也是龙族的人。龙王管什么呢？行云布雨。但可说好了，龙王啊行云布雨他不全说了算，人家玉皇大帝告诉他哪天下雨，下3分还下5分都给定好了。那说白了，工作任务表都下达了，你就值班。然后有一年这泾河龙王就发现了，说怎么我手底下虾兵蟹将少了不少呢？一问呢，说被长安这块人呢给打捞上去了，说给当药引子吃了。这怎么回事？一问，长安城里有位了不起的算卦的，叫袁守诚，是个老道。这袁守诚算卦呢，带给人看病。一看有疑难杂症啊，你到这泾河里头啊，捞上鱼虾来当药引子吃就好。这由于他这么一算卦一看病，造成泾河龙王的徒子徒孙少不少。这泾河龙王来气，说我得整了他去，换成人形啊，就到长安城里找这袁守诚。一看袁守诚呢，在这大街上摆着卦摊啊，围的人不少，来找他算卦的。说这神仙哪灵啊？泾河龙王想，我收拾收拾你，你再灵还能灵过我吗？你一个肉体凡胎。凑到里边跟袁守诚说，先生，那个你算一卦呗。说算什么？我们家那种地呀，最近没下雨呀，这啥时候能下雨呀？为什么他算这个呢？泾河龙王想，下雨的事儿我不比你清楚多了，我看你能不能算准。袁守诚呢掐指一算，哎呀，后天的午时，就中午那时分，能下5分雨，下不透，但可也够用了。这泾河龙王说，你要不准，我可砸你挂摊啊！而且你要真不准，我们全家呢，这吃喝都指着呢。别说来我打你一顿，甚至要你性命。袁守诚说，这样，我要不准呢，你甭说砸我这挂摊，你带刀来取我项上人头，我无怨无悔。泾河龙王一想，嘿，你这找死，正好我借这机会给我那些虾兵蟹将报仇。就这么，泾河龙王呢回到这个龙宫里边，没想到一回去，这龟丞相来了，大王，玉皇大帝有旨，让你后天午时下5分雨在长安地界上。与袁守诚算的是丝毫不差。这泾河龙王气的想来想去说，我下几分雨，我啥时候下？玉皇大帝不是天天都看着的，我改个时辰，少下几分雨，多下几分雨，玉皇大帝也不一定知道。我拿这个难为袁守诚，就这么的，他私自把午时改到了下午。明明下5分雨少，他下3分雨。你琢磨琢磨，玉皇大帝多大能耐呀，明察秋毫。咱们看《西游记》说孙悟空打上玉皇大帝趴到桌子底下，快请如来佛祖，那是《西游记》糟践玉皇大帝，而且人小说里没这么写，电视剧拍的为显得孙悟空厉害。玉皇大帝的是上古大仙呐，他经历多少？经历了17500劫，一劫是多少？一劫是16000年，他经历了1750劫，你说他得活多少年？那上古大神了不得，要不然天上能选那么一个窝囊废当皇帝吗？玉皇大帝明察秋毫，好你个泾河龙王，你敢违背我的旨意。这时候呢就传旨下去，传给谁呢？反正你人间的事嘛，传给魏征。魏征那会儿已经被内定为赏善罚恶司的司长了。这么的魏征呢在梦中接了这旨意，在梦中
把泾河龙王给杀了，斩了泾河龙王。这泾河龙王死了之后啊，阴魂不散呢，他觉得冤，这么点事儿玉皇大帝给我杀了，好你个袁守诚，好你什么？他就找袁守诚晦气。这时候呢，唐太宗比较欣赏这袁守诚，把他招进宫里当了国师，护着他。泾河龙王一口怨气呢，就泄在唐太宗身上，我非把你李世民弄死。结果他天天去闹去，到阴曹地府也告去，说是李世民袒护犯人。正好呢，阎王爷一打开生死簿一看呢，说这李世民当皇上啊，就能当13年，13年之后阳寿已尽，一看这日程到点儿了，让黑白无常把李世民魂勾来吧。李世民你看人间是皇帝，到阴间下完了，都堆了，我怎么皇上我正当来劲儿，怎么就死了？那到阴间判他的事归谁呢？就是判官崔珏。崔珏当年在唐朝为官呢，一直得李世民提拔呀。一看这机会，咱得报答报答老上级。他干了件什么事呢？把生死簿打开，那上面不写着唐太宗李世民还有阳寿13年，13三个数字吗？这崔珏拿起毛笔，刷刷点点，在这一上下各添了一横，变成了还有阳寿33年。也就是说，扣了这13年，他还有20年。就这么在他的袒护之下，作弊之下，唐太宗李世民又从阴间返回去了，还阳了，又多当了20年皇上。所以你查查历史，李世民在位33年，就是这个崔珏给弄的。所以你看这就中国是人情社会，再铁面无私的，他得讲点人情。而且呢，咱们一说哪个皇帝好皇帝，那好皇帝犯点错也不是错的。这就中国人呢，情比理大，理比法大，这也是我们传统文化里的一个弊端。所以你看，这都说阴间大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也不都是那样。这里头也有一些问题。你比方说，都说阎王爷牛头马面，这铁面无私，不徇私情，该怎么弄怎么弄。这不有个笑话吗？说这个阳世间有个小子，外号马屁精，最会拍马屁，他还有文化，也干不少坏事。说这到阴间把我弄地狱怎么办呢？他就准备了一堆拍马屁的词儿。见着阎王爷呢，阎王爷说你呀可做了不少恶，我准备罚你。一拍桌子一使劲，梆，阎王爷放了个屁。这马屁精逮着机会了，哎呀，大王您真厉害！说我怎么厉害了？您高耸尊臀，红轩宝屁，一息丝竹之声，仿佛蓝麝之气也。什么意思？高耸尊臀，你那屁股真高贵；红轩宝屁，你这屁是宝屁；一息丝竹之声，我听你放屁的声音跟奏乐似的，仿佛蓝麝之气，就跟兰花和麝香似的。哎呀，打鼻子香！嚯，把阎王爷捧的，哎呀，你小子会说话，不错不错。这么着吧，你还转世投胎为人，去之前在我这小灶，我后边有食堂，你炒俩热菜，你先吃点喝点，让牛头马面带他下去。这牛头拽他走啊走啊，他一看着牛头拍马屁，那劲儿又上来了。哎呦，你这先生您可厉害，您看您这长相。这牛头知道自个儿什么长相，跟老牛一样啊。他说你看啊，你看您这眼睛，您看您这脚，您是两脚弯弯，有如天边之月，双目炯炯，浑似海外之星，跟天上的月亮星星。把这牛头给拍的，哎呀，大王请你那小灶那饭还得炒一会儿，你先上我们家，我搁点好茶招待你，正经的龙井茶。你看，拍马屁啥时候都有用。所以这个是咱看，为什么阴间有这些传说，它跟我们阳世好多事情啊都贴合的非常非常紧。所以这刚才呢，咱给大伙说了这个阴间的最高司法长官判官，最高行政长官阎王，最高宗教领袖地藏王菩萨。而且刚才也说了，他有这个公检法各个部门，检察院啊也有，法院也有，阴律司、查查司。有人说那公安局什么机构呢？公安局在阴间也有。阴间的公安局局长是谁呢？这个人可是大大的有名，钟馗。咱都知道捉鬼的钟馗，这个钟馗呢也是唐太宗那时候的人，也是都奇了怪了，好像那会儿跟阴间就有缘。这钟馗呢当年呢考上状元了，
咱都知道状元呢，3元及第嘛。说你这个乡试、会试、府试，乡试你考举人呢叫解元，第一名叫解元；会试你考第一名呢叫会元，然后呢会试最后到殿试由皇上钦点，你还是第一名叫状元。所以这个解元、会元、状元，这叫3元及第。而钟馗呢就3元及第，按定他该是状元，大臣都定好了。到唐太宗最后拍板的时候，一看这钟馗长得蓝脸红胡子，那牙都呲嘴外去了，凶神恶煞一般。唐太宗不喜欢，不行，你不能当状元。各位你们是不知道，封建社会里头那状元榜眼探花前3名差不了太多，但是最终决定谁当状元呢？皇上得看谁长得好，倒不一定说你多漂亮，说非得是大帅哥，而是什么呢？皇上看你这面带喜庆，觉得吉利。所以很多状元的才学不见得比榜眼探花强，就是他长了一张有福之相，这人真有福，一看就能活到死，皇上就喜欢这样。所以这钟馗长得凶神恶煞，唐太宗不喜欢，就没录取他。钟馗所有人都认为他是状元的，这番羞辱如何受得了啊？当时一股气儿撞死在金銮宝殿上，那大柱子一头撞死了。唐太宗就在会议抬去。在这之后不长时间，唐太宗就做噩梦，什么噩梦？梦着小鬼追他，把他吓得浑身是汗，没地儿没地儿藏。哎，追着，突然拐角站出一位来，蓝脸红胡子，牙都呲外边去了，把小鬼拽着撕吧就给吃了。醒了之后一琢磨，哎呦，救我之人不就那钟馗吗？那长相蓝脸红胡子，牙呲着。就这么据说跟阴间一说呢，这钟馗死之后到阴间，阎王爷一看说，你这人还不记仇，还挺公道，而且你呢鬼还都怕你就当阴间的公安局局长。就这么的，钟馗就是阴间公安局局长。他下边管谁呢？刚才咱们说这个造庄快这些人，你像这个牛头马面呢，最典型黑白无常啊，黑白无常就是他手底下的就是刑侦大队的正副大队长，反正谁正谁负咱甭管了。所以这是阴间的公检法机构。你看我这么一捋呢，你是不是大致就清楚了整个阴间这个公务员各个方面的构成？当然在阴间呢，这些公务员起备了呢，他还有一道程序，就这魂来了怎么打发这些鬼。如果你在阳世间呢，那好事做的都没数啊，功德攒太多了，好办。阎王呢跟判官一商量，给你推荐到天庭上去。玉皇大帝一高兴呢，留在天上做神仙吧，你这一下子就了不地了。那么你要是作恶，那坏事都干尽了，那怎么办？也不能让你转世投胎那么痛快，先到18层地狱。这咱们就说到常说的这18层地狱。18层地狱是什么呢？也根据你犯的罪过的种类给你分头来。比方说呢，你这人心眼坏，净黑别人，净干坏事，良心大大的坏了，那怎么办？你下叫挖心地狱。这地狱里边呢，这些工作人员呢，把你五花大绑绑上，唰往胸口喷一瓢凉水，搁尖刀把你心挖出来，罚你。说你这个在阳世间呢，花言巧语，搬弄是非，张长李短，撒蛤蟆五只眼，背后净讲究人不是，弄得人家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就说你这舌头啊总惹事儿，那就下拔舌地狱，进里头就把你摁着，嘴张开，这帮人都跟牙医似的，把钳子探进，把你舌头薅出来。你看，这就反映老百姓对这类人的痛恨。所以这18层地狱这是一类。18层地狱呢是阴间里头的最底层，最遭罪的地方，低的不能再低了。所以咱们看开玩笑说，您比我这地位可高多了，您在上我在下呀。您高到哪儿呢？您到33层天，到玉皇大帝住的凌霄宝殿，您在那凌霄宝殿的最顶层的阁楼上边把着那避雷针，你看你高不高？我可就低了。我呢下到阴曹地府，进到18层地狱最底层，
有个小煤窑，我在这煤窑底下给他掏下水道，你说我得多低吗？你看，这是对18层地狱的比较形象的一种比喻。所以这是呢好和坏。当然呢，绝大多数人呢不好不坏，半好半坏，有时候犯坏，有时候还发善心。所以这些人怎么处理呢？那就正正常常的转世投胎。所以这套理论呢就跟佛教接上了。佛教讲嘛，说人有6道轮回，哪6道呢？天道、人道、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阿修罗道。天道呢就神仙，人道就转世投胎为人，阿修罗呢在这个阴世间呢也管点事儿。恶鬼道那不用说遭罪，地狱道更遭罪，畜生道就转世你当畜生吧。这当畜生呢这挺有意思。说有个教书先生呢胡乱的教学生，白字老先生，他呢教学生教到国语里一句话，叫临难慕苟免，临财慕苟得。这慕字怎么写呢？就是母亲的母啊，下边不是那一点里头，是伸出来一撇。这字咱们有不少人还认识当姓。意思是呢，你见到钱财啊，不要就想着这个是很苟且的把这是你的，遇到困难呢不要就想着你就躲开。临难慕苟免，临财慕苟得。结果这白字老先生教学生的时候呢，把这字念成母了，临财慕苟得，临难慕苟免。你这母狗多便宜啊，是不是？好事都他站起来。完了到了阴间，阎王爷就说你这样我得罚你来世为畜生，别当人了，你不会说人话。结果这先生说那就不当人我也得当母狗。阎王爷说你怎么非挑母狗呢？那临财慕苟得，临难慕苟免，你到那儿还说白字呢？你看，所以这畜生道，这6道轮回啊，叫顺成人逆成仙，都在其中颠倒颠。就你顺着来啊，早上起来吃饭，中午吃饭，晚上吃饭，晚上睡觉，3个饱1个倒，这你是人。逆着来，我不食人间烟火，戏风饮露，我不吃东西，这你就能修成神仙。但无论是人还是神仙还是畜生恶鬼阿修罗地狱，你都在6道轮回这圈子里转，颠倒颠。你这辈子是人，下辈子是狗，再下辈子神仙，再下辈子恶鬼，你转不出去。怎么能跳出3界外不在5行中呢？佛教告诉你得修佛。你这儿呢想到修佛，西方3000莲花世界里就有个花骨朵，莲花骨朵，这叫一念起3000。你一心向佛，最后你修成了，就可以跳出6道轮回，不受这个永恒的生灭之苦。所以呢，阴间的这一套转世投胎啊、地狱啊、当神仙呢，其实也是跟佛教的6道轮回理论相配合的。那么刚才我说大多数的人是什么呢？得转世投胎，下辈子还当人。那么这转世投胎怎么办呢？判官判完了，你转世投胎走吧，来世到谁家谁家。走哪儿呢？再从鬼门关出来，走黄泉路。这时候是另一条黄泉路。这条黄泉路两边呢开着花，什么花呢？只开花没有叶，这花叫彼岸花。我不知道您各位看没看过那个黄渤他们演过一个电影，就是那个盗墓题材的电影，那里头不就有那个彼岸花吗？那个是那是象征着阴间。这个彼岸花开到头的地方，黄泉路到头了，这时候呢有一条河，这个河叫忘川河。这忘川河上呢有座桥，这个桥叫奈何桥。说怎么叫奈何桥呢？这奈何呀来自梵语，古印度语言，奈何就地狱的意思。这忘川河下边啊，你看着都是些黄汤子的水啊，挺恐怖，里头还有铜蛇铁狗，你一旦掉下去就咬你，反正看着挺凶险。但是奈何桥的尽头那儿啊有个小土台，土台旁边啊站个老太太。这老太太是谁？有意思了，这老太太叫孟婆。一说这俩字你想起哦，什么孟婆汤对不对？这老太太就是给你喝孟婆汤的。说孟婆汤干嘛的呢？你想想啊，你在阴间，判官也告诉你了，你转世投胎到谁家谁家。你要一出生记着说我到谁家来了，我上辈子是谁，这天下不乱套了吗？那还了得吗？所以这老太太要干嘛呢？给你一碗孟婆汤，
你在这儿喝完了，就过了这奈何桥。奈何桥是什么？阴间跟阳间连接的地方。你从奈何桥过去了，那头转世投胎，你就再世为人了。喝了这碗孟婆汤呢，让你把上辈子所有的恩怨情仇、所有的记忆，全部在你大脑里抹去，干干净净的，咕咕坠地的婴儿再次来到这世间。孟婆汤是干这个的。有人说这孟婆汤这么神奇吗？是神奇啊。你知道刘德华有首歌啊，给我一杯忘情水，还我一夜不伤悲。忘情水是什么？就是孟婆汤。你要不知道什么是孟婆汤，你就想想刘德华那歌《忘情水》，就是孟婆汤。说这孟婆汤什么做的呢？人一辈子呀，你总有掉眼泪的时候。说难受掉眼泪，我身边人去世我掉眼泪，我高兴喜极而泣我也掉眼泪。好，这孟婆呢，就把你这一辈子呀掉这些眼泪，喜怒哀乐的时候掉的眼泪收集到一块儿，给你攒下这一碗汤，让你把这些所有前世的情感，喜怒哀乐不是情感吗？喝下去。这汤分酸甜苦辣咸5种味道，喝完之后上辈子所有的事你就都忘了。有人说我不想忘，那也不要紧，你过这桥的时候呢，它旁边不有个小土台吗？那土台叫什么？叫望乡台。什么意思？说我转世投胎上辈子事我都忘了，我舍不得忘啊，我留恋我的老家，我留恋我的亲人。好，站在这土台上回头看，你能看到你上辈子阳世间那些事儿，我爹我妈我儿子我媳妇儿啊，我同学我老师我单位我公司我开那车，你全能看着。但是看完之后一仰脖喝下忘情水，喝下孟婆汤，这些事儿就都忘了。所以你听相声听师傅经里边唱的，同一天来到了鬼门关呢，死去的那个亡魂呢，两眼就泪不干。第二天来到了望乡台呀，死去的那个亡魂呢呀，回不来。到望乡台你就回不来了。这些谁安排的？我佛耶，如来耶，嘛啦嘛咪哄，这都是佛祖安排的。那么说地府的公务员，咱刚才说了半天，就说这么一个女性孟婆。说这老太太怎么管这事儿呢？你看这个阴间这些公务员，要不就是明眉瞪目，要不就凶神恶煞，唯独孟婆是个老太太，还挺慈祥的。她是怎么来的呢？有几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什么？孟婆就是孟姜女。姓孟吗？这孟姜女当年呢万里寻夫，结果这个丈夫万喜良呢埋到长城里头了。这孟姜女也恨呐，这自己丈夫被秦始皇的暴政啊给弄成这样。秦始皇一见孟姜女挺漂亮，还想有点想法。孟姜女来气了，好你个秦始皇，你个流氓，你敢动我？秦始皇流氓你敢，合在一块就禽流感。据说禽流感就从这儿来的嘛。而孟姜女呢冤气挺大，死了之后到阴间，阎王爷说你呀不要带这么大冤气儿啊，这都天注定的事儿。我看就给你个活吧，你熬孟婆汤，你劝大伙把这些恩怨都忘了，别带着这么大怨气来，对自己不好，气大伤身。说孟姜女是孟婆，但是这个你听着它不合理，不近人情。还有一种说法很对，说孟姜女这个孟婆啊上辈子就是个大美女，姓孟。她跟自己的这个意中人呢，俩人都好的不行了，可是呢双方父母不同意，俩人一来气殉情了，喝药了。死之前定好的，说下辈子咱俩转世为人，还做夫妻。这么到了阴间再转世为人呢，这个孟婆就等啊，等那个前辈的老公找自个儿，左等不来右等不来，等了20年，生生由一个漂亮女孩变成老太太。她一来气，走遍各地找，真找着自个儿丈夫了。结果自个儿丈夫转世投胎之后，娶了个有钱的小姐，把她给忘个一干二净。哎呦，把她给气了。一气之下回去上吊了。到了阴间之后呢，越想越气，天天就唉声叹气。这时候判官就劝他说，你何必把自己陷入到痛苦的轮回呢？啊，放过自己你才能高飞啊，无所谓啊，无所谓，这是谁会爱上谁，别管这个。那是判官会唱杨坤的歌啊，反正这么一劝，这孟婆一琢磨，可也是，他你看我这样的
不光我呀，好多人陷到感情的漩涡里头。明知爱情似流水，管他去爱谁吗？咱也别美酒加咖啡了，咱干脆就来碗孟婆汤吧。这叫厚地高天，勘探古今，情不尽；痴男怨女，可怜风月债难偿。所以孟婆干起了劝善度化人的职责，就是把这孟婆汤熬出来，给大伙一一喝下去。所以这个我觉得作为孟婆这个传说，这个还比较靠谱。那么说这个孟婆呢，干的这个事儿呢，在中国各个民间传说里经常有。你说奈何桥上你不行，喝碗孟婆汤，上辈子这些事儿啊，能忘都忘了吧，能散都散了吧。我想这一点它也反映了中国人的某种独特的生存哲学。什么生存哲学？你看这个孟婆的故事像不像香港电影《胭脂扣》？梅艳芳、张国荣演那个什么13少转世投胎，俩人说好了一起，这个没守着这如花，如花这鬼就来到阳世间找这13少，像不像这个？挺像。就是人世间这种悲苦没有尽头，如果你陷到这种恩仇恨这里边来回打转，你永远也走不出来。所以我们需要有一种大智慧，这种大智慧是什么呢？就是忘记。比方说别人伤害了你，你跟他有仇，如果你去报仇，叫冤冤相报何时了，没完没了，没个头。所以说冤仇易解不易结。有人说这是仇，那别人对你有恩，你不得记着吗？如果你总记着别人的恩，你就想我什么时候能还他，那么这个事儿它就会影响你很多的判断。像我们身边有很多人很坏，他也不哪一次突然间对你办了件好事，你念念不忘，回头你可能包庇他，你可能助纣为虐。所以这些恩和仇它其实是一种好处跟坏处，它是很功利的，它不应该影响你对这个世界和对他人的判断。所以太上忘情的概念是什么呢？忘掉恩和仇。何况对你有恩的人要念念不忘让你报答他，那也不是真有恩。就为恶而为人知，恶中又有善路；为善而急人知，善处即是恶根。所以孟婆这事反映了中国人呢为人处事的一个大智慧，就是你真要是有这样的恩和仇，你最好是把它忘了，一了百了。就我们可以轻松自在的活在这世上，不被恩仇带来的功利因素所影响。你一旦记着恩记着仇，你的行为难免就失去准则，就很难做到公平公正。就像这个基督教的新教，就加尔文教派强调的，就说你信上帝，为什么要信上帝？新教就讲的这个，如果你信上帝是为了得好处，那你还是别信了，那说明好处比上帝大，你是为了好处才信上帝。而这种信仰是无条件的，你要是相信上帝，那你就不要想到他给我带来多大的好处，否则一旦上帝不能带来的好处，你不就不信了吗？这叫什么信仰啊？这不是真正的信仰啊！所以这是欧洲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之后留下来的，就是加尔文教派，他强调的是信仰的这种纯粹性，而不是功利性。我想呢，东西方这些先哲在这个大智慧层面是有共通的地方。像孟婆这点上，让你忘掉原来的事儿，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它其实是人生的一种大智慧。当然了，如果你感情绝对深，你也可以不会忘情。比方说这个刘三姐电影里边，阿牛哥跟刘三姐对唱的山歌里有句台词是非常感人的，歌词是什么呢？连就连，咱俩定交100年，哪个97岁死，奈何桥上等3年。就我到奈何桥，我不喝这孟婆汤，我等着你，再等3年，咱俩凑够100年的定数，然后再转世投胎，期待来生再见。所以今天我给大伙说了地府这些公务员的档案，其实是呢，就像我讲神仙体系一样，全方位的勾勒出整个阴曹地府这些传说从什么地方来的，他想要表达什么。其实还是我开篇时候讲那句话，它是我们对人世间种种恩怨种种不满，把它变成一种美好的愿望，希望在阴曹地府里能够得到公正的裁决，能够好人真正的有好报。所以我说，阴间作为跟阳间平行的另一个世界，它其实是镜子里的阳间，或者说更加美好版的一种阳间，一种终极版的阳间。所以在一定程度来讲，你了解阴曹地府比了解天庭比了解神仙
可能对我们认识这个世界更加有帮助。所以您听完之后啊，别忘了把这些掌故能记下来，茶余饭后啊，喝个小酒啊，跟朋友家人聊聊这个，也许能对我们这个人情社会有更加剔透的认知。